大家好，這裡是分清佑。那很多人跟我說這個命運果實該怎麼用，因為他這邊只說了關於命運果實的一些介紹，但是並沒有說它具體會給什麼。那麼這一期視頻的話，我就跟大家稍微講一下命運果實它到底是給我們一些什麼東西，一些什麼資源，包括無論是一些普通玩家、零氪、小氪、中氪，怎麼樣去用是最合適的，還有一些哪怕是你已經集齊所有遺物全部都買，甚至已經变成彩5星以上变成彩了之後，这個果實又能用來幹什麼？那麼首先呢，命運果實這個東西它最主要給的就是國度的貨幣。國度的貨幣在就是這個森之國的話，它給的就是這個樹葉，你可以在森之国的那個商人那邊買一些東西，比如說開圖道具，這個我就不多講了，大家肯定都知道。那麼第二個給的就很重要的東西呢，就是寶箱。我會在這裡附上一張當時我大量使用命運果實的一張截圖，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一次性大量給很多果實的话，它大概都會出現一些什麼東西，就是一些寶箱裡面會有一些裝備啊，雖然肯定都不需要一些裝備啊之類的，還有晨星肯定也是會給的，然後會有一些金幣、粗煉石，最主要的其實就是3個，第一個是貨幣，第二個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會寫森之國它會掉落這麼一個橙色品質的遺物，幾率很低，但是它會掉。然後呢，這種也是藍色的，它都會掉。所以如果你從這邊點擊進去，你使用命運果實，它就有幾率會去掉這個遺物。如果你已經有了的話，它會自動轉換成碎片。橙色的掉落概率是非常低的，不是沒有，但是幾乎等於沒有了。所以呢，我這裡是推薦大家拿藍色的。像在這個地方，大家可以很明確、很明顯的看到，你在抽卡的時候、抽遺物的時候，你抽到了多少碎片，有哪些碎片是非常接近升星的或者获得的。當然，你升星升的越多，你所需要的耗材越多，也是越多的。我這邊都沒有升星，我給大家看一張升星的圖。我隨便拿一個。就拿4星的吧，大家可以看到这個就是100個碎片了。我現在有51個碎片，但是我需要100個碎片，這個就是後面升星的。就比如說，如果你是小氪、中氪，我就是大約你會去買基金，你會去買彈窗、月卡、周卡這些玩家，你就可以把它用在升星上面。我給大家翻一個我自己經常用的一個方法。首先呢，我不會去碰橙色的，我剛剛跟大家說了，紫色的我也不會去碰，因為幾率還是太低了。我的任務是升星，對不對？那我肯定要以升星幾率最大的那些遺物為主，紫色的幾率還是太小了，肯定不會放在優先的。像這個只差2個碎片，像這些還差10個碎片，像這些還差20個碎片的，我都會直接去選擇。那這種98的呢，我可能在抽遺物的時候一下就抽到了，它可能抽到個1-2次1個碎片的，你就可以集齊了。所以通常我就直接是起手是80碎片以上，就是還差20個碎片的时候，20個碎片以內。記住了一點，就是你在這種地方，在你的碎片區域，你點它永遠它寫的是國度鳥蛋，你找不到它，你就不能通過它直接去地圖。找到在這邊，大家就可以看到森之國命運7就出來了。那我再去這個地方，那麼這個時候開呢，我就很容易開到了。當然，
這個是我一會兒要說的，但是我的意思是，他會出這個遺物，那麼他其中一個會給的就是这个是挑戰書，跟野外的 BOSS 是一樣的。那麼你打掉它的話，通常也是跟寶箱一樣給差不多的東西，它也會給你遺物，但都是隨機的，有時候它就不報遺物。所以呢，可以看到這邊給碎片遺物，但是是隨機的，就是它這個就不是指定的藍色遺物了，像剛剛給的是紫色的，它不是我要的四葉草。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再回來繼續說這個事情。那麼對於沒有氪金的玩家來說，收集肯定是最重要的。可能大家自己連收集的能力都沒有，就更不要提升星了。像我這個地方根本就是沒有遺物的，給大家看一下收集率，只有18。在這個小書這個地方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全都沒有的。那麼這種情況就可以把命運果實用在收集，因為它收集這個它是會給一些額外的屬性。收集的話是看這裡，然後這些都是沒有的，那肯定是要優先去找這些沒有的。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在右上角会寫那個 shard， 我這個是 shard 3，就是3個碎片，那肯定是要優先去找碎片最多的那個。當然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沒有碎片的話，其實都無所謂，原因是它通常一給就是20個，足夠你升星了。像這個地方我就去，然後我使用命運果實，它就很有可能會出。當然它沒有出，但是呢沒關係，因為它這個幾率其實都不是很高。你看這個寶箱會給你一些東西，給的開的寶箱多的話還挺重要的，不過你一次開10個肯定是沒有用的。通常呢命運果實一開都是要麼你每天開10個，要麼呢就是一次開上100多個70多個，要不然的話其實你不能指望幾個命運果實就給你掉出來你想要的東西。那麼對於氪金特別多的玩家來說，就像我剛剛給大家看的這個賬號，這個像我這種基本上都滿了的不，我下面還沒抽，但是上面基本上都滿了。像這種情況，命運果實呢，你就可以用在指定遺物，它就跟小氪和中氪不太一樣了。小氪和中氪是優先選擇馬上就要升星的那些遺物，但是因為我們氪的更多，所以呢就有更多的選擇。那麼我們這裡就不用去選擇這些碎片馬上就要升星的，比如說我這有92個，還差8個碎片，那我們就可以不考慮這個，因為我們會去很大力的去抽這個，所以根本就不用在意這8個碎片。我們主要需要針對的就是那些帶有我們需要屬性的遺物。我舉個例子，這個是速度，我是一個輸出職業，我需要速度，所以呢我就可以用命運果實去只抽這個速度。像這種防禦就沒有任何意義，大家可以看，就是升星的全部都是速度攻擊類型的，那麼這種情況就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我的輸出能力，那麼就可以達到一個1+1大於2的效果。如果你是騎士也是一樣的，你去選擇防禦或者攻擊也是可以達到1+1大於2的效果。最後一種情況就是它會掉一些，它会去出現特殊的商人，在我這邊給大家放張圖，你在這個期間呢會冒出很多商人，有2種商人，一個是黑商人，一個是森森，
就是背着大包的。黑色的商人通常会卖一些遗物、幻兽之類的東西。然後呢，森森就是背着大包的这个 NPC， 他最重要的是他会去賣时間結晶，他有時候會以很低的價格去賣你時間的結晶，就是2小時掛機收益的這個。所以正常情況下，這個背着大包的森森肯定是要比黑色 NPC 要好的。不過大家也沒得選擇，因為這些都是隨機的。那麼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這3個，第一個是國度的貨幣，第二個呢就是遺物，指定的遺物，第3個就是這個時間結晶。只有你開命運果實，其實就是奔着這3個東西去的，其他其實都不重要。那麼有很小的幾率會爆一個小雕像，會給你一丟丟的屬性，基礎屬性，或者隨機給你一個技能啊什麼的，隨機讓你一個技能進行升星啊之類的，這個爆的幾率特別小，但是就是讓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沒有什麼意義，但是的確是在這個池子裡面的。然後呢，還會爆一些，它有時候也會出現一些野外 BOSS， 像剛剛是家園的 BOSS， 有時候會在大地圖上出現一個 BOSS， 也是有可能的。那麼目前呢，這就是我給大家今天分享的一個使用命運果實的方法。無論你是有沒有在這個遊戲上花錢，無論你是比較乾的玩家還是比較休閒的玩家，甚至你是一個滿氪玩家，你氪到頂了，花特別多錢，這3個方法呢都是非常有用的，因為大家都在用。當然了，如果大家覺得我更新視頻的速度有點慢，因為有很多人確實反饋了這個問題，我通常會比較忙，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快速的給大家進行一個視頻的更新。如果大家想去在我更新視頻之前去學習一些新內容的話，大家可以在我的 YouTube 上面翻舊的影片，那麼那上面就可能會出現你需要的一些東西。因為我最早做台灣服務器的時候也是按照流程走的，所以很大程度上說，你目前需要的任何東西基本上都可以在我早期的視頻中找到，我裡面都會有，基本上都會放英文字幕。當然如果沒有的話可以跟我說一下，我會在後續盡快的給你加上。如果大家喜歡我的攻略，覺得確實有用處，那麼我會推薦大家來我的 Discord 來看一看，因為我大部分攻略其實都寫在 Discord 上面，因為我做視頻全都是先寫文稿再進行制作視頻的。那麼你大家要是等不及的話就可以去看。那麼今天的視頻也就先到這裡了，那我們下期再見，拜拜。